舅舅，今天我们做什么呀？是的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蒸个无蛋版的榴莲蛋糕，做法简单又好吃。无蛋版蛋糕适合蛋过敏或部分吃素者，这也是某位网友多月前因为父亲不能摄取鸡蛋，建议舅舅分享食谱与做法。终于等到榴莲季节了，一起来看舅舅怎样做吧。搅拌器倒入榴莲果肉，净重200克，1/4小匙盐，80克白糖，这糖量不甜，不建议再减糖量了。200毫升椰奶，包装或新鲜椰奶都可以。盖好，放上搅拌器，搅细后备用。今天用的是这牌子中筋面粉240克，50克玉米淀粉，增加成品蓬松口感。一起过筛到一个较大料理盆内。加入即溶酵母4克。今天这食谱完全不需要用泡打粉，将所有粉料一起拌匀。接着再将预先备好的榴莲糊全部倒入，边倒入边拌匀。用刮刀用切拌加翻拌的方式搅拌，避免过度搅动，拌至无干粉颗粒状态即可。注意不要搅过头，否则蛋糕口感会变硬。最后再加入食用植物油20克，再做最后一次拌匀。面糊混合时不留颗粒，榴莲泥和面粉融合得非常好，即使蛋糕内部没有大量的空气层次，这也无需担心。后续经酵母发酵后，成品也能保持一定的弹性和蓬松感，口感饱满但不会感觉太扎实。选择一个7到8寸蛋糕模具或小圆盆，内部抹一层薄油，底下再垫上烘焙纸。再将备好的榴莲面糊全部倒入，表面轻轻抹平，盖好，静置发酵1小时。蒸锅提前烧水至大滚，即水已经咕咚咕咚沸腾，取出发酵至2倍大的榴莲蛋糕生坯，把模具放入蒸架上，中大火蒸40至45分钟，时间到可以直接开盖。当蒸锅的盖子缓缓掀开，一股浓郁的榴莲香气扑鼻而来，不是刺鼻的那种，而是一种带着奶香与热气交织的柔软气息，仿佛刚从果树下摘下的熟透榴莲在阳光里裂开，馥郁四溢。蒸好后，让蛋糕在模具中静置5分钟，稍微冷却，再用脱模刀沿边轻轻刮一圈，轻易就能脱模取出。热吃柔软绵密，冷却后香浓扎实。吃不完的可以用个盒子收好，放入冰箱冷藏。吃的时候必须重蒸，若是放在室温下，第2天早上不变硬，不需重蒸就可以直接享用。只有膏体熟透拍打时才会发出噗噗声。轻轻切下一块蛋糕，感觉是湿润绵密的。膏体内气孔均匀分布，说明成品发酵成功。细致的纤维感中包裹着榴莲的天然甜香，既不腻人，又香得让人意犹未尽。口感轻柔却不空虚，带着微微的弹性和湿度，像鸡蛋糕又像软软的发糕，很香很好吃。
真叫人满意。总的来说，虽然它的口感是松软的，但每一口都像是带着细腻的榴莲香和自然甜味，柔软的同时又有种满足感。吃过后，你会觉得口腔里充满了温暖的感觉。这种既软又满的口感，正是榴莲蛋糕最让人愉悦的部分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要来做个非常好吃的白糖糕。舅舅的做法很简单，成品雪白软韧，带着浓浓的米香味，而且一点酸味都没有。喜欢白糖糕的朋友，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做。首先，锅内倒入260毫升清水，将4片斑斓叶撕开，再打个结，让斑斓叶的香味更容易煮出。180克白砂糖，这糖量甜度适中，不建议再减量。再说，白糖糕名副其实，必须有一定的甜度，才能中和酵母酸味，才会好吃。盖上锅盖，炉开低火，慢慢将白糖煮至化开，斑斓叶溢出香味。等待中，先来调个米浆，取出220克粘米粉倒入料理盆中，再加入220毫升清水。清水边加入边拌匀，直到水完全加完为止。粘米粉属淀粉类，很容易拌匀，不会有结颗粒的问题。拌匀后的米浆就如视频中见到这状态。这时候锅里的水也沸腾了，先将斑斓叶去掉，再拌一拌，确保白糖完全化开。锅子离火，趁热将糖水倒入预先备好的粉浆内。温馨提醒，此时糖水温度很高，必须小心处理，避免烫伤。加了热水的粉浆属半熟状态，达到水粉不分离的效果。这环节也可以选择加冷糖水，再隔水加温。只是相较之下，舅舅这做法比较容易掌控，成功率相对更高。将拌匀后的粉浆过筛，此时粉浆温度约80-90度，还是有点烫手。过筛后，待降温后备用。取出1小时约3克即溶酵母，加入少许白糖与1大匙清水促酵母醒发。将酵母与水拌匀，醒发过程约15至20分钟。时间到，醒发的酵母呈视频中这状态。此时的粉浆也降温了，温度约40摄氏度左右，捧在手中有点温温的感觉。这温度非常有利酵母继续发酵，温度高容易发酸，温度太低又发酵不起。温度控好，再将酵母完全加入，再加入1小匙的泡打粉，让整个发酵更加稳定。对厨房新手来说，这泡打粉有助提高成功率。将粉浆拌匀，盖好，在室温约30度的条件下发酵2个小时。在米浆发酵约2个小时后，舅舅今天用个直径9寸的圆模，在模内涂上1层薄油防粘。锅内加水预先煮开，将模具放入蒸格内，大火蒸热3分钟。这是发酵了2小时后的米浆，表面布满小气泡，说明这米浆发酵成功。加入10克植物油，一般味道清淡食用油都可用，很少量的盐，约1克左右就好。盐和糖作用相反，盐会抑制酵母发酵，但是少量的盐却可以让发酵更加稳定。中和一点糖的甜度之外，成品也比较不粘手，而且更加美味。
但是切记过多的盐则会吸收酵母中的水分，导致酵母败坏。拌匀后的米浆再次过筛，倒入蒸热的模具内，这能确保成品更细致，也可避免米浆四溅。盖好，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，熄火，将盖掀开。将成品取出制凉。刚出炉的白糖糕温度很高，表面感觉有点黏糊糊，这属正常状态。待膏体冷却，水分收干后，用刮刀沿着模具内壁刮一圈，再将成品倒扣，轻易就能取出。成品洁白，一点也不沾手，肉眼下除了感觉很细之外，还散发出一股很浓的米香味，仿佛找回小时候那味道，真的教人垂涎3尺。真的好想吃。好的，舅舅马上切给你吃。您可以随着个人喜欢切件，方形、棱形，大小随喜。舅舅今天切成8件，成品发酵得很好，内部呈现出一丝丝的鱼翅纹，这是制作白糖糕的基本要求。蒸糕模具也不要太大，免得蒸出来的成品太扁平。舅舅这食谱配上9寸圆模，成品有4公分高，感觉上会比较大气好看。成品软韧、绵密又弹牙，因为发酵到位，膏体膨发，冷却后没有黏糊糊的感觉，而且一点都不沾手。味道很清香，酵母用量对，所以一点酸味都没有。如果您也爱吃白糖糕，真的可以试试这食谱。对，很好吃。舅舅，可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细节吗？没问题，首先要选用质量好的水磨粘米粉，再来是酵母的用量与发酵时长，最后是蒸的时候，火力要够大。掌握了这些，基本上都能成功。希望舅舅有清楚表述，若有疑问，敬请留言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我们很快再见。谢谢大家。